大家好，我是瑞，欢迎打开 M2 档案。2012年的夏天，正值暑期黄金档，《中国好声音》第1季在浙江卫视开播。选手李代沫凭借着一首《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赢得了刘欢导师的青睐。这首《我的歌声里》很快红遍了大江南北，他的原唱曲婉婷也因此一炮而红，甚至登上了2013年的春晚。随后曲婉婷在各类采访中透露，自己早早的就去加拿大学音乐，大学期间不仅环游了世界，还开过演唱会，妥妥的塑造出了一个白富美、人生赢家的形象。然而呢，这位女歌手的红却显得有点昙花一现，后劲儿不足，在走红了仅1年后，突然就销声匿迹了。就在不久前曲婉婷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一条吃素食的帖子，里面写道，在过去的4年里，她没有吃任何的动物制品，生活的也很好。她选择素食生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对动物权益的关心、对环境的保护以及对健康的考虑。她认为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选择为这个世界带来积极的变化。说句实话，这条帖子看起来没什么过分之处，既没有对吃肉蛋奶的指责，也没有道德绑架谁，只是以自身的经历呼吁吃素而已。近些年呼吁吃素的名人明星不少，曲婉婷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有名的那个。然而他的这条帖子下面很快就充满了质疑和讽刺的评论。有人说曲婉婷吃素是2024年最大的冷笑话，还有的人说你身体在吃素，但灵魂在喝人血啊。不仅如此，如果翻看曲婉婷过去几年的帖子，每当她发动态，下面总会有类似的评论。到底是什么事情让网友时不时的就要把这个女歌手拉出来鞭笞一顿呢？2014年9月，中央巡视组进驻黑龙江，一个叫做张明杰的女官员被纪委带走羁押。中央巡视组属于中央纪委和组织部联合办公，2013年开始密集进驻到地方，巡视稽查各级领导干部违反党纪国法的问题。被查的这位女官员正是曲婉婷的母亲。张明杰出生于1956年，辽宁铁岭人，民盟成员。曲婉婷是她跟前夫的女儿。早年凭借着女干部和民主党派成员的双重 buff， 张明杰从哈尔滨轻工干部学校的科员一路做到了市建设局信访处处长。2002年至2011年，张明杰成为了哈尔滨道里区副区长，这是他任职最长的职务。2011年年底，他再次升职，在被带走调查前呢，张明杰已经成为了哈尔滨市发改委副主任、城镇化建设领导小组的办公室主任，官职算是正局级，在中国公务员体系中是第5级别的干部。2015年年初张明杰的名字登上了中国纪检监察报，成为了哈尔滨纪检系统查办的大案要案典型之一。在哈尔滨人民检察院的公诉书中，张明杰被控涉嫌贪污、受贿、滥用职权，涉案金额近3.5亿人民币，犯罪金额特别巨大，且拒不认罪，建议判处其死刑。可是非常奇怪的是2016年开庭后，公众却迟迟没有等来法院对张明杰的判决。那么张明杰到底做了什么？为什么法院迟迟没有宣判呢？接下来咱们来先了解一下张明杰的贪腐案，这样才能理清围绕着曲婉婷展开的网络风暴究竟事出何因。这事要从2009年说起。那时的张明杰还在担任着哈尔滨道里区副区长，主管国企改制。道里区有一个老国企单位叫做原种繁殖场，早年属于市级单位，经过改制后被划归到区里，归道里区政府直接管辖。繁殖场的效益不怎么样，但风水极佳，位于新发镇机场路和环城高速交汇处，还带有一块约154公顷的土地。这块地是中国繁育玉米2种的基地，据说黑土层厚达2米。有报道说，单是这块地的使用权就值23个亿。这23亿具体是怎么评估出来的，咱们不得而知但是多少能够说明这块国有资产的价值。然而在2009年，道里区政府竟然将繁殖场仅仅评估为1700多万，还欠了2000多万的债。这么一算原本可能价值23亿的繁殖场竟然就成了负资产。而张明杰就是这次繁殖场改制和评估的领导组组长。在评估后他把繁殖场和土地使用权整体打包给产权交易中心进行转让拍卖。然而这场拍卖并不透明。
根据一位繁殖场改制的知情人介绍，当时明明有很多家优质公司对繁殖场感兴趣，但张明杰呢，却偏偏选定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东江农业，甚至对这家公司给予了额外的优惠条件。比如在竞标之初，张明杰对外称交易时是只卖场不卖地，但实际签约的时候他却私自在合同中加上了给予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条件。这个东江农业为什么能够得到张明杰的青睐呢？资料显示这家公司成立于2007年，法定代表人叫魏琦，注册资本仅有50万人民币，与其他竞标对手相比，着实是算不上实力雄厚，甚至可以说与对手相比呢毫无优势。重点就在于这家公司的副总经理叫张明哲，正是张明杰的哥哥。2009年8月，繁殖场被东江农业以标的的底价，也就是6160万成功竞拍。2年后东江农业就把这块地中的一部分，大约50公顷呢，转让给了一家名叫先发置业的房地产公司。耐人寻味的是这个先发置业是2011年才成立的，刚成立了1个多月就接下了这么好的地块，真是泼天的富贵啊！当然了，这样的好运不是毫无来由的。先发置业这家公司的法人呢叫王少玉，不仅是哈工大的教授，还是张明杰的男朋友。主打的就是一个肥水不流外人田。在拿到土地后呢，先发置业开始开发一个叫怡景森林城的住宅项目，但是在哈尔滨国土资源局旗下的地产交易中心网站上，并找不到该项目的土地出让记录。曾经有买家表示去过那个楼盘看过房，结果发现它五证不全，那谁敢买啊？最终这个住宅项目也因为资金断裂而烂尾至今。有媒体报道称，这个烂尾项目甚至搞黄了国家在哈尔滨做的国家级小镇试点改革的计划。除了怡景森林城这50公顷的土地繁殖场的其他地块的处理方式也成了疑问。例如机场路以北的地块，2010年哈尔滨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面咱们就简称哈建投，准备进行一次土地收储，也就是政府收购土地。10月份的时候呢，哈建投找到道里区政府，请区政府帮忙收储一些较好路段的土地。张明杰仍然是这项交易的负责人，他果断将属于繁殖场机场路以北的地块推荐给了哈建投。次年1月，道里区政府代表繁殖场与土地征用管理办公室达成协议，以将近2亿的金额收购大约11.3公顷的土地。这笔补偿款呢，通过中国工商银行的票据支付，上写付补偿款原种厂。然而多名工人都证明原种繁殖场并没有收到这笔补偿金。在这条路走通之后呢，张明杰如法炮制，将繁殖场的其他地块陆续推荐给建设公司收购，共骗取了征地款近3.5亿人民币。简单点说他呢就是以极低的价格贱卖了国有资产，然后再倒手高价卖回给国家，把社会主义羊毛薅得飞起。其实在对张明杰的指控中，引起最大民愤的不是贪污，也不是贱卖国有资产，而是他侵吞了繁殖场工人的安置费。在那个国企改制的年代下岗对所有的家庭来说都是人生中最重大的变化之一。每个下岗工人都指望着那份下岗安置费。这笔钱对于一个马上要失业、没有经济来源的家庭来说，发了那就是救命钱，不发也许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下岗工人们都指望着能拿到这笔钱，至少有个喘息的机会，再另谋生路。然而张明杰并没有给他们这样的机会。更气人的是其实当初按照繁殖场的收购交易公告，东江农业呢要与全体自愿继续上岗的职工签订至少3年的劳动合同，并保证繁殖场的地块为农业用地。然而交易完成后东江农业是过河拆桥，拒绝返聘职工，只给了人家非常微薄的遣散费。这样遭到违规解聘的职工呢，大约有420人，再加上146名退休工人，繁殖场这566号人和他们背后的家庭都成了这笔交易的牺牲者。公诉机关披露，按照规定，工人们的安置款本应由繁殖场发放，但繁殖场呢却没钱发。这是因为交易完成后张明杰将6160万的购置款呢全部违规转到了一个在繁殖场名下，但实际上是由东江农业控制的银行账户中，并让东江农业负责发放职工的安置款。
这笔交易中啊，原本应该有1100多万是专门给人家职工发安置费的。粗略估算一下，平均每位工人也能领到1.9万左右呢。虽然不算特别多啊，但在那个年代，多多少少能帮这些家庭解决燃眉之急了。工人们呢，当时都是翘首以盼的等着这笔钱，而等到真的发下来的时候，大家才发现呀，到手的钱少得可怜，仅仅是应发数目的1/10。一名工龄近20年的繁殖场老员工收到的遣散费竟然不足2000块。雪上加霜的是呢，繁殖场原本是有自己的锅炉房给职工宿舍供暖的，但改制后啊，这锅炉房就不再供暖了。这可是冰雪之城啊！哈尔滨的1月份平均的最低气温达到了-24度，职工们买不起蜂窝煤，只能靠着烧碎煤渣度日。但这么一来呢，又不够保暖，导致自来水管冻裂了。家里头有老人有小孩的，只好去投奔亲友求生。没钱也就算了，工人们其实连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没有。从2009年繁殖场改制起啊，所有在职职工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等都处于停缴的状态。不久后啊，一名患病的职工在没钱生活，也没有医疗保险去看病的情况下，最终选择了上吊自杀。在这样的情况下呢，职工们联合起来，不断的检举张明杰。2014年，中央巡视组进驻哈尔滨，工人们向纪检员的检举啊，终于有了成效。同年9月，张明杰被捕入狱，而东江农业的老板魏奇则闻风逃到了加拿大。2016年，在法庭上，张明杰被检方以贪污罪、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起诉。没想到他态度强硬，拒不认罪。他的律师主张说啊，繁殖场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呢，其实是手续补办问题，且当时国有土地使用权的界定模糊，因此不涉及犯罪。而张明杰也讲述了繁殖场改制的背景，称繁殖场当时已经濒临破产了。医疗保险和工资都无法按时发放，每个月都有员工死亡。在这样的情况下，自己临危受命，希望能立刻完成改制，给予工人保障，因此才低价出售了繁殖场。最终啊，他只承认自己向魏奇索要过500万，但不承认和东江农业有利益输送。本案的关键呀，就在于这个魏奇，但此时啊，他已经逃到了加拿大。由于缺乏关键人证呢，所以啊，张明杰一案一直无法宣判。由于迟迟没有等来判决，这桩贪腐案似乎已经被大众逐渐淡忘了。这个时候啊，曲婉婷却开始在微博上为母亲申冤，这一申就是6年。也正是因为她不断的喊冤，才让张明杰的所作所为啊被大家一直记着。这也是曲婉婷屡遭网络挞伐的根源。与对待工人们的冷酷态度截然相反，张明杰对自己的女儿是非常疼爱的。1999年的东北，当哈尔滨人均月薪只有1000元的时候，张明杰就给女儿买了几万元的钢琴。曲婉婷16岁的时候，张明杰就把她送到加拿大求学。在张明杰担任副区长的那段时间里啊，曲婉婷就读的音乐学院每年的学费就高达10几万人民币。此外啊，她还能四处旅行，开着豪车，住着豪宅。2014年，曲婉婷回国，在哈尔滨开演唱会，不料门票销量惨淡。身为哈尔滨发改委副主任的张明杰啊，愣是让几个开发商承包了女儿演唱会的大部分门票。可以说，曲婉婷人上人的生活离不开张明杰超能力的庇佑。那么，对于母亲的所作所为，女儿真的就完全不知情吗？曲婉婷在2015年接受 UBC 大学一家杂志采访时啊，称自己的母亲为英雄。当时记者问她谁是她儿时眼中的英雄，曲婉婷毫不犹豫地说是自己的母亲。因为母亲是个勤奋的人，无论经历了怎样的困难，总能想办法给她提供最好的生活。网友认为啊，曲婉婷在接受这次采访的时候呢，张明杰已经涉嫌贪污受贿被带走调查了。明明知道自己母亲涉嫌贪腐，还说她是英雄，何尝不是对其恶行的认同呢？曲婉婷不就是张明杰用人血馒头滋养出来的花朵吗？对于这一点啊，曲婉婷本人是不愿意承认的。他表示，在加拿大的生活是通过自己努力挣得的。求学期间，他一直通过打工来补贴学费和生活费，话里话外并不承认自己是母亲贪污行为的既得利益者。既然如此，他为母亲鸣冤叫屈，就理直气壮了。于是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在微博上哭诉失去母亲的痛苦，表达对母亲会等来公众判决的信念，尝试通过舆论来给法院施压。
只是这些帖子呀，并没起到他想要的效果，反而有越来越多的人在评论区声讨他们母女俩，有的直指曲婉婷是贪官之女，岁月静好的生活是建立在人家几百名工人贫病交迫的痛苦之上的。他的每一次喊冤，都是在嘲讽着那些真正受害的家庭。还有的人讽刺曲婉婷在母亲被捕仅10天后就返回了加拿大，在那儿和男朋友过着神仙般的日子，只是云尽笑罢了。哦，对了，说起曲婉婷的这个男友啊，他的身份还真是不一般。他名字呢叫做 Gregor Robertson， 比曲婉婷大18岁，中文名字罗品信。据说白求恩是他的堂舅公。最受热议的呀，是他在与曲婉婷交往期间呢，正是加拿大温哥华的市长。他们正式交往的时间点，正好是张明杰被捕，曲婉婷刚刚返回加拿大的那几个月。而那个时候呢，罗市长也是刚刚和妻子分居。2015年1月，两个人的恋情被媒体曝光，此后他们干脆开启了高调秀恩爱的模式，时常发旅行照或者是亲密的贴脸照。不过啊，这段恋情很快就走到了终点。2017年，两人宣布和平分手。只是当时的曲婉婷呢，一边秀着恩爱，一边在微博上为母亲喊冤的行为啊，让不少人心生反感。主要是大家认为他除了动动嘴皮子声援母亲以外，并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帮助母亲的事情。他在张明杰出事之后，一次都没有回国探望过，甚至连庭审都没有露过面，只顾着自己在加拿大过着逍遥快乐的生活。对于这些评论呢，曲婉婷从未回应过。2016年，他为母亲写了一首歌，歌名叫《最好的安排》。歌词中写道：我不要看到你变苍老，我不要听说你受煎熬，给我最后答案，让这无奈的不公画上句号。不少网友啊对这首歌的反应更加强烈，质疑曲婉婷是通过歌曲将母亲包装成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他的微博评论区再次被攻陷了，大量网友对他进行口诛笔伐。对于舆论的质疑啊，曲婉婷也感到很委屈。同年7月，他在微博中做出回应称，贪污3.5亿是检察院说的，检察院有权控告，但是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9月份呢，曲婉婷接受了界面新闻的采访，这是张明杰被捕后他唯一一次公开接受媒体采访。不过啊，在某些关键问题上，曲婉婷的回答显得有些避重就轻，顾左右而言他。比如记者问，你认为你母亲真的会贪污那么多钱吗？曲婉婷回答说，我还在等，希望能等到最好的结果，我相信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记者又问道，对于你母亲的案件，你希望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曲婉婷回答，我希望有一个公平的判决，我能早日看到我妈妈。曲婉婷的希望终究还是落空了。2021年10月，外逃7年的关键证人魏琪从加拿大回国投案自首。当初啊，魏琪在听说了张明杰被巡视组问话后，就立即出逃了。出逃的时候，他的大部分资产都没来得及转移。随后啊，这些资产又因他被立案调查而被冻结。在加拿大温哥华生活7年的时间里，他坐吃山空，最终决定回国。2021年11月17日上午，哈尔滨中级人民法院对张明杰受贿、滥用职权一案进行公开宣判，以受贿罪判处其无期徒刑，以滥用职权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0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判决后啊，张明杰提出上诉。2022年2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无期徒刑的判决。至此，数年未决的张明杰案彻底落下帷幕。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啊，最终的判决呢，只提到了受贿罪和滥用职权罪2项，并没有贪污罪。这是因为啊，在2019年第2次庭审中，检方对起诉的内容做了变更和追加。意思是呢，政府那3.5亿的征地款啊，并没有进到张明杰口袋，而是被魏琪所得。其中的一部分被他用来补偿迁移、缴纳土地出让金以及各项税费，剩下了2.2亿则被魏琪的公司使用。检方认为啊，张明杰作为道里区副区长，在主管国企改制和农村征地的过程中滥用职权，致使公共财产损失共计约2.2亿元。另外啊，张明杰违规让东江农业去发放这个职工安置款，导致其中1146万人民币至今不知去向。综上，应该以滥用职权罪去追究张明杰的刑事责任。而关于受贿罪呢，检方也进行了追加，意思是2012年，张明杰指使男朋友王绍玉啊，代表他与魏琪签订了合作协议，
各持项目50%的股份和利益。案发时，王绍玉的先发置业的钱，包括账面资金、固定资产和移动资产，这里头50%就应该算在张明杰和王绍玉头上。二人共同受贿，折合人民币约9317万元，因数额特别巨大，当按照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在一审判决生效前，曲婉婷在微博上更新了最后一次状态，她发文仅有2个字：哑巴，并配上了一张自己的海报。这俩字既是她新歌的名称，也似乎蕴含了某种告别的意味。自这条状态后，她再也没在微博上更新任何的状态，也不再为母亲喊冤了。在海外的社交媒体上呢，曲婉婷保持了更新，有时是她出门旅行，有时是参加活动，有时是表达对母亲的思念，还有的时候是宣传素食。这次引来批评的正是一条呼吁大家尝试素食的帖子。其实对曲婉婷一些网友也会感到困惑。一方面认同每个人都有无条件爱母亲的权利，也有表达信仰和热爱的自由，但另一方面曲婉婷享受着普通人无法比拟的优越生活，哪些是自己赚来的，哪些是母亲搜刮来的，民脂民膏，没人能说清楚。而下岗工人们的安置金到现在都不知去向，他张口为动物争取福利，在很多人看来是对繁殖场工人们的2次伤害。也有人发出极端的质问，如果你真的一心向善，为什么不把豪车豪宅变卖了，连同存款一起寄回哈尔滨，去补偿那些被你母亲坑害的下岗工人呢？我们倾向于把张明杰和曲婉婷分开来看。曲婉婷不必为母亲的过错承担责任，但是道义上的舆情汹涌又是她无法回避和逃离的。咱们不妨勾勒出一个动物世界中的场景，一个舐犊情深的母鹿，在残酷的丛林法则里，即便在虎口挣扎，也希望自己的幼崽快跑，越远越好，别回头。不过张明杰不是那头母鹿，母性无法掩盖的真相是，他就是某种游戏规则中贪婪的猎食者，是和猛兽合谋的围猎者。另一方面，即便不靠母亲的赃款滋养，也许曲婉婷靠自己的才华和勤奋也能够成功，成为一个心安理得的不被人指指点点的成功女性。而如今她被笼罩在母亲的阴影下，难于自拔，难辨清白。从这个角度来说，张明杰害了下岗工人们，害了自己，也害了女儿。围绕曲婉婷母女的是是非非呢，近几年来几乎再也看不到当事人的回应。在准备这期内容的时候，我们 MR 团队也尝试过联系曲婉婷本人进行采访。截至本期视频制作结束，我们都没能等来曲婉婷的回复。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咱们下期再见。